个医生是个瞎子，可没人知道，到了晚上他就会奇迹般的恢复视力，并趁机苦学医术。不久后，他就卷倒太医院所有同事，成为后宫娘娘的专用御医。但因为京秀是个瞎子，所以一向克己复礼的娘娘们在京秀面前都无所顾忌。而韩王的宠妃昭容就是最大胆的一位，她请京秀来看病，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京秀一进去，昭容就灭了蜡烛，还直接脱衣服躺下了。京秀心里瞬间万马奔腾，拿针的手更是激动到发抖，真是处男大考验呢。京秀赶紧稳心定神，在昭容的小肚子上摸了摸，诊断出她只是腹部受凉后，京秀就找准穴位，一针刺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昭容的腹痛就缓解了。他对京秀的医术大加赞赏，京秀却诚惶诚恐。昭容敢那么奔放，显然是没把他当男人，这要是传到韩王耳里，可是会掉脑袋的。然而怕什么来什么，几天后，韩王就让京秀为世子治疗咳疾，结果婢女一开窗，风吹灭了蜡烛。京秀扎针太专注，竟忘了自己是盲人的事，一伸手就精准拿针，世子当即起疑。많이 믿어줘. 지금 나를 속이려는 것이냐? 京秀吓得赶紧跪下，已经幻想出100种死法。世子却并未责骂，而是问他为何装盲。京秀实诚地说道：“他家中只剩10岁的小弟，还身患重疾，他必须好好活着，才能护小弟长大。而王宫水深，看不见反而更容易生存。”世子一听，不但没生气，还生出惺惺相惜之感。世子虽贵为王储，但韩王不只有他一个儿子。昭容仗着韩王的宠爱，已经蠢蠢欲动，想把自己儿子扶正。而世子在清朝8年，政治才华初露锋芒，朝中就分解成各种派系。 계속 모르는 척, 안 보이는 척 할 셈이냐? 저와 같이도 부신분들이야 눈 감고 살 필요가 있겠습니까? 모르는 척, 안 보이는 척 해야 이렇게 궁에도 들어올 수 있는 겁니다. 京秀的话道出了世子的心声，他不但替京秀保密装盲一事，还送他一个放大镜，方便他在夜间读书写字。而且咳疾好了后，世子还赏给京秀一盒金子，此等赏赐奠定了京秀在太医院的核心地位。但皇家无亲情，眼看世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，韩王却下了一道密诏，交给太医院一把手李新一。当天晚上，世子就晕了过去，李太医赶紧前去救治，京秀则负责打下手。可换毛巾时，京秀却闻到擦过的毛巾上居然有股血腥味，他正疑惑，却又听到细微的挣扎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蜡烛突然熄灭，随着京秀恢复夜视能力，他看到世子全身插满银针，正痛苦颤抖着。京秀吓得瞪大眼睛，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，但这却引起太医的注意，他立马盯住京秀的眼睛，然后突然。京秀吓得抓紧了毛巾，但双眼却不闪不避，一副真瞎的模样。 나으리, 명주천이 더 필요하십니까? 李太医见状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随后他便起身去更换蜡烛。京秀趁机看向世子，他眼角流血，情况十分危急，但他却倔强地望向京秀，似乎是想说什么。京秀刚要凑过去听，李太医就回来了。随着蜡烛亮起，京秀的眼前又一片白茫茫了。他心急如焚，却不敢表露一丝一毫。直到李太医却烧毁作案证据，京秀才有机会靠近世子。结果一摸脉，世子已经断气，而且他身上的银针也已被拔尽，根本看不出谋杀痕迹。就在京秀悲痛不已时，他发现世子头上落下了一根银针。可就在这时，发现少了银针的李太医又去而复返了。京秀赶紧拔针逃走，结果一慌张，银针掉进了窗户缝。虽然落针声很细微，李太医还是听到了。李太医跑去窗口时，京秀已经跑出去100米，只留下一个矫健的身影。李太医怕谋杀之事败露，便大喊有人谋害世子，而且越窗逃跑了。此事惊动了整个王宫，看世子七窍流血而死，韩王哭得像条老狗，任谁看了都是位悲痛的老父亲。随后的尸检显示，世子的症状和服用鼠蟒草一模一样，毒人也是一绝。韩王立马下令1级戒备，并且关闭所有宫门，务必找出投毒越窗之人。 그놈의 사진을 갈기갈기 찢어 죽일 것이야. 由于窗户上留下血迹，所以逃跑之人必然受了腿伤。一时间，全宫都开始脱裤子接受检查，这可吓坏了京秀。他躲去药房简单包扎后，就写下一封检举信，连同银针一起交给了世子妃。可看到京秀大腿有伤后，世子妃却以为是京秀毒杀了世子，想要嫁祸李太医。眼看世子妃就要喊人，京秀赶紧跪下。 이 형에게 세자저에게 독침이 났습니다. 그 침 끝에 독이 묻어 있을 겁니다. 세자저하를 구하려고 처소에 돌아갔다가 입은 상처입니다.
석영은 네가 복이라도 했다는 것이냐? 전 어두운 곳에서는 적을 볼 수 있습니다. 京秀赶紧拿出一个放大镜，这是世子在清朝做质子时汤若望送给他的。这种西洋玩意儿在当时比夜明珠还要稀罕，世子连韩王都没舍得送，却唯独给了京秀，可见此人是世子的心腹。世子妃立马拿上信去见韩王，而京秀一出世子府就被卫兵拦住，还要检查他的腿。 자네가 어디서 뭐하나? 주상장하께서 마비 증세가 오셨네. 얼른 가세요. 京秀被一把拽走，去给韩王施针。而就在这时，世子妃拿着举报信进来了。看到正在施针的京秀，世子妃很是惊讶，但她很快镇定下来。 이영익이 봤다는 자는 독살자가 아니라 목격자입니다. 실은 이영익 저놈이 세자조화를 독살한 자입니다. 世子妃拿出那根银针，请求韩王验毒。李太医吓得狗趴在地，连连说着冤枉。而木莲后的韩王却阴狠地睨着李太医。 질지 못한 놈 힘을 빼라 뭐하는 게냐? 예, 상관. 随后，韩王就出了木莲，挂上悲痛欲绝的面具，迫切地想要知道目击者是谁。见京秀也在这里，世子妃脱口就要说出他的名字，京秀却突然出声：“ 어르신 잘못 없습니다. 어르신은 저와 같이 있었습니다. 听到这话，世子妃诧异不已，却见木莲后的京秀朝他摇了摇头。世子妃突然明白过来，是韩王示意李太医杀世子的，不然谁也没这胆儿。但世子妃明白的太晚了。随后，李太医就在韩王的示意下，将一瓶鼠蟒草倒入鲍鱼汤，然后端给婢女。 기미하거라 아니 이게 대체 무슨 일인가? 감히 소날소라의 독이라니 못 들었느냐? 당장 저들을 잡아쳐놓지 않고! 在昭容的助力下，世子妃被冠上谋害王上的罪名，关进了大牢。她身边的婢女更是被砍断双腿，酷刑而死。解决完儿子儿媳，韩王就催李太医找到目击者，如果3天后还没消息，韩王就要动手了。 애새끼들까지 싸그리 잡아다가 너는 바보 韩王如此惨绝人寰，甚至罔顾人伦杀害儿子，不过是因为前几日这匹马来王宫做客，可他一进来就开始拉粑粑，韩王却敢怒不敢言。随后一句“皇上驾到”，韩国的文武百官纷纷跪拜，但他们跪的却不是韩王，而是一件清朝龙袍，直接把韩王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。但更不爽的是，韩王还得跪在殿下听清朝使臣宣读圣旨，可两国语言不通，韩王根本听不懂使臣在念什么。 저 오랑캐 놈이 뭐라 하는 게냐? 저더러 통역을 하라 합니다. 터 왕 앞이서렁 앞이서렁아 文武百官都吓得噤若寒蝉。丞相见状，赶紧让世子上去翻译，这才留住拂袖而去的使臣。但这富贵子的屈辱一幕，却让韩王深深厌恶起世子。虽然是亲儿子，但两人的政治立场却是截然相反的。韩王是保守的亲明派，对大清满怀敌意；世子却想效仿清朝，勤政爱民，实行新政改革。丞相虽和世子的政治方针一致，但他的思想更超前。 조선이 삼기던 명이 망하고 이제 청나라가 천하의 주인이 됐으니 조선도 속히 신분모를 받아들이고 시대에 맞게 변화해야 하지 않겠습니까? 바뀌지 않으면 조선은 죽습니다. 韩王爱权至极，根本不愿退位。丞相便劝世子篡权继位，可世子顾念亲情，迟迟没有动作。殊不知厮杀才是皇家父子的底色，所以韩王心一横，就授意李太医毒死世子，随后又诬陷世子妃弑君，将儿子媳妇一并铲除，只留下年仅10岁的小王孙。与此同时，京秀发现了韩王写给李太医的密诏，为了保护王孙，京秀拿着密诏求助丞相。朝鲜王朝是文人治军，并且实行兵将分离制度，只要丞相
肯出手，就能为世子伸冤。但这道密诏却是用左手写的，缺乏有力的比对。为了拿到韩王的左手纹，荆秀在为他施针治麻痹症时，特意多施了一针，让韩王整个右臂都麻了，然后解释说是治疗的正常反应，明早就会恢复后，韩王便不疑有他。而就在此时，丞相前来觐见，求韩王为世子写悼文。此事没法推脱，韩王只好用左手写字。可就在他即将盖章时，李太医回忆了他谋杀世子的过程，这才惊觉唯一的目击者只能是荆秀。于是他赶紧闯入殿内。 저놈이 세자 저하를 죽인 독살자입니다. 韩王意识到中套后，就让荆秀跪下。看到他腿上有伤后，韩王满脸阴狠，他抓住荆秀的伤口，逼问他是谁指使的。然而下一秒， 온몸의 모든 신경이 지나가는 자리입니다. 한치만 더 깊게 찔러 넣으면 숨이 끊어질 수도 있습니다. 사람들을 물리십시오. 韩王被拿捏命脉，只能按荆秀说的做，但荆秀却阴了韩王一把，将他放倒后就加盖印章，拿走了左手纹。证据确凿后，丞相立马联合重臣擒王。可此时韩王却指使李太医去杀王孙。荆秀赶到时，王孙全身扎针，正痛苦挣扎。荆秀立马扑过来救援，却被李太医放倒。慌乱之中，荆秀抓起一把银针。 荆秀救走了王孙。此时天已大亮，丞相也包围了宫殿，但荆秀冒死拿到的左手纹，却成了丞相威胁韩王的筹码。韩王可以继续当王，但必须改变政治立场，拥护清朝统治，不然就换新王。为了保住政权，韩王只好同意。随后丞相就宣布没有谋杀一说，世子只是死于疟疾，但世子妃却趁机谋逆，判处死刑。王孙则被流放至济州岛。荆秀万万没想到，全都如此瞬息万变。为了替世子 和世子妃昭雪，荆秀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出了所有的真相。可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谁会信瞎子的话？纵使荆秀所言全都是真，谁又敢信瞎子的话？史学家回看历史的笔，都不敢绝对的还原真相。王朝的倾覆更迭中，又有多少腥风血雨被掩盖？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成王败寇，真相是在位者即真理。也许只有瞎子眼中，除了光亮便是黑暗，除了真相便是阴谋。但一个瞎子，谁又在乎？为了平息舆论，丞相下令斩杀荆秀。可行刑前，荆秀却抬头仰望星空。刽子手见状，放下大刀，偷偷放了荆秀。事实会被扭曲，但公道自在人心。回到家乡后，荆秀就开了家药铺谋生。4年后，韩王的麻痹症越发严重，已经无法起身。昭容的儿子听闻民间有个叫荆秀的神医后，就请他前来针灸。再次见到荆秀，韩王惊恐万分。但此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，无法言语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荆秀的针一根根刺入他的命脉。随后，荆秀又吹灭烛火，将最后一针刺进了韩王头顶。 무엇이 보이십니까? 不一会儿，韩王就七窍流血而亡。昭容的儿子紧张不已，赶紧询问荆秀。 차이는 무엇입니까? 학질입니다. 历史上的沉冤，多数都等不到昭雪，恶人狠人也大多活得不错。荆秀杀王只是后代人不甘的意淫，但那个在黑暗中为真相奋力奔走的人，却留给历史一道缝隙，让后人得以窥见史书中寥寥几笔背后的汹涌。历史雄浑壮阔，不是单纯的是非黑白就能囊括。就如瞎子所见证的历史：青天白日下，国泰民安；月黑风高时，危机四伏。不同的眼睛，不同的心，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事。若有兼济天下的实力，那就睁眼细看；若只能独善其身，闭目塞听，也是一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小班，咱们下期见。